咣当一声，门外的车被刮了。Fuck！ 一个面容慈祥的老头走了进来，大佬恶狠狠地盯着他，他丝毫没有理会，若无其事地走到吧台，点了一份快餐。大佬跟了上来，拍了拍老头的肩膀，很客气地对老头说 See that car that you parked your piece of shit next to? You just ran into it. 老头矢口否认，表示自己并没有撞到。这时小弟也出来指认老头，老头再次表示自己不知情，如果撞了，深感抱歉，交了餐费，转身就要离开。大哥猛了片刻，随即追了出来，叫住了老头，指了指自己车上的划痕。事实摆在眼前，老头不再装傻，但是仍然没有赔偿的意思。大哥怒了，一把抢过了老头的车钥匙，让其交出钱包，否则不能走。老头也是个倔脾气，表示什么都不会给。这下大哥彻底怒了，亮出了自己腰间的左轮。看到手枪，老头只好乖乖把钱包拿了出来。大哥拿出里面的钱，美滋滋地数了起来。正在这时，远处响起了警笛声，小弟提醒大哥赶快走。大哥礼貌地留下几句临别赠语，正要离开时，老头一把抓住了大哥的衣领。大哥掏出手枪，被老头娴熟地打到了车子底下。大哥愤怒地一拳一拳打在老头的脸上，老头的手丝毫没有松开的意思。眼看老头就要失去意识，已经血肉模糊的双眼终于看到了警车的到来，最后时刻还不忘记给大哥一记灵魂挑衅。大哥笑了。深夜，一辆车子停在了废弃工厂，老头颤颤巍巍地从车里走了下来，一个身影正在等待着他，竟然是大哥身旁的小弟。小弟象征性地安慰了一下老头，随即交给了老头一袋紫马内。原来白天的一场闹剧，竟是他们两个联手搞的阴谋。小弟背着大哥做过一些亏心事，为了自保，想把自己的大哥做掉，于是找到了老头。但是老头为人善良，不想滥杀无辜，就想出了这个办法，事先自己打了报警电话，正好在警察赶到时目睹了大哥的罪行。但是故事并没有结束。第二天，正在餐厅享用着美食，一个墨西哥老头坐到了对面，关心了一下老头的脸，说出了自己的身份，原来是大哥的二大爷。二大爷表达了歉意，并恳求老头能不能改一下口供，让大哥少判几年，并表示可以给老头一笔钱，和平解决这件事。说罢，留下饭钱，潇洒离去。老头面色复杂地坐着，麻烦还是找上了门。老头满脸伤痕地回到家，一个小混混正在门口坐着。老头明白他的来意，老头迈着疲惫的步伐走了过去。果然，小混混想要老头的答复，老头再一次拒绝。进了家，从袋子里拿出了新买的欢迎光临和几包复写纸，片刻后把地垫铺在了门口。深夜，老头下班回家，警惕地翻开了地垫，下面的复写纸上已经布满了鞋印，摸了摸钥匙孔，显然也被动过。老头掏出手枪，轻轻打开门，悄无声息地搜索了一圈，把目标锁定在了一个卧室。老头没有打开卧室的门，而是打开了电视机，玩起了守株待兔。听到电视打开的声音，果然从卧室里鬼鬼祟祟地走出来两个人。老头一套连招放倒了他们，两人傻了，急忙求饶，表示自己只是来吓唬老头，让老头收下钱替大佬办事。老头是个倔脾气，赶走了他们。等他们离开，疲惫地走到卫生间，拧开了水龙头。老头正在跟孙女玩耍，突然看到了什么，表情瞬间僵住了。对面的楼顶上出现了两个人影，是毒枭手底下的两个杀手，卤蛋兄弟。卤蛋1号对着老头笑眯眯地举起右手，做出了开枪的手势，随即又把枪口对准了小女孩。这显然是一对子，家人受到威胁，他必须要做点什么了。老头来到了毒枭的老窝，表示想重新商量，之前的5000太少了。老头提出要5万，大佬表示让你活着出去就是给你的报酬，然后又用小女孩做威胁，但是老头没有丝毫的退让。I got my money, or neither of us walk out of here. 大佬思索片刻，最终还是答应了老头的要求。就这样拿到了5万块，但是老头并不想善罢甘休，反击开始了。他对毒枭展开了几天的跟踪，发现他们是在用雪糕车做幌子，贩卖违禁品。雪糕车走的都是固定路线，要经过很长的无人区。老头打定了主意，劫车，接下来就是做工具。他买了一根长长的塑料管，上面打满了孔，接着又把一根根钢钉插进了孔里。就这样，一根可移动的地刺就做好了。无人区路边灌木丛的后面
一个戴面罩的人，手里握着一根钢绳，静静的等待着什么。一辆雪糕车急速的驶来，车上只有一个司机，司机哼着小曲，拍打着方向盘，完全没有意识到前方的危机。老头看准时机，猛地一拉，地刺哗啦一声，横在了车子前方。司机根本来不及反应，车子一头砸到了路边。司机慌张地从副驾驶拿出了手枪，绕到车后，没有发现什么，正要回头时，冰冷的枪口贴在了他的脸上。司机被制服了，面罩男摘下了面罩，正是老头。老头没有杀害司机，而是拿出电锯，开始锯起了轮胎。轮胎里面居然是满满的马内。老头把马内全部装到了自己的后备箱，开车扬长而去。老头正在调教一把 98K， 没错，他要杀人，目标是当地的一个毒枭。作为一个退休老警察，实在无法容忍毒枭的为非作歹，他决定为民除害。他来到一个小山头，架好了狙击枪，等待时机。镜头里是一个小木屋，一个被绑住双手的人被扔了出来，一起出来的还有3个人，都不是老头的目标。不一会儿，穿着白色衬衫的毒枭走了出来，目标出现，老头的手指搭在了扳机上，正要开枪，小弟往前走了一步，正好挡住了毒枭。老头焦急地等待着，俘虏马上就要被处决。老头想阻止他们，他只有一次开枪机会，但是小弟依旧纹丝不动。镜头再次转过去，那个人已经被处决了。老头强忍住怒火，等待机会，但是毒枭已经返回了木屋，没办法，继续等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远处响起了鸣笛声，有人来了。老头急忙收起狙击枪，朝声音寻去，是自己的车子被人动过了。车子上放了一个纸条，写着不要这么做。显然他被跟踪了。老头开着车狂飙，到了一个安全地带，开始检查起车子，什么也没找到，把车开到废车场，翻看每一个角落，最后在油箱袋里找到了 GPS。 回到家，他检查了一下另一辆车，果然也被动过了。他拆下 GPS， 抄下了型号，找到黑市商人，买了一套一模一样的装置，装在了自己的车上，又把原来的 GPS 号没了电，扔进了垃圾桶。电池没电，跟踪者丢了信号，来换新装置。就这样，老头安装的 GPS 被带走了。老头拿出追踪器，跟了上去，跟踪了一整夜，发现对方竟然也是一个卖粉团伙，辗转了好几个据点。天亮的时候，信号终于固定在了一个地方，是一个炸鸡店。老头不想打草惊蛇，第二天找来了律师帮忙调查。律师来到炸鸡店，装作普通吃客，等待着可疑人物出现。不一会儿，一个背包的年轻人走了进来，律师密切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，盯了半天，什么都没有发生，只能悻悻离开。他半吊子的跟踪伎俩早就被老板看穿了。老头又连续监视了几天，仍然没有收获。就在他准备放弃时，一辆越野车引起了他的注意。老头的追踪器就在那辆越野车上，他一路跟踪越野车，来到了一条公路上，信号已经不动了，但是越野车已经消失。他走了过去，发现追踪器已经被拆下，旁边有一个电话响了起来。电话那头的人想跟老头当面谈一谈，老头同意了。不一会儿，2辆越野车开了过来，车子上下来一个人，正是炸鸡店的老板。几天前，老头想把当地的一个毒枭做掉，却被人阻止。阻止他的人正是炸鸡叔。炸鸡叔跟毒枭是竞争对手，但是他并不想让毒枭这么早死。毒枭心狠手辣，并且威胁过老头的家人，老头不想就这么放过他，但是胳膊拧不过大腿。炸鸡叔已经用实力告诉他斗不过炸鸡叔。炸鸡叔提出，只要不杀毒枭，随便怎么对付他都行。炸鸡叔甚至可以帮忙。最后2人达成了共识。第二天，老头找到一个商人，买了1袋子面粉，开车来到了边境线，从后备箱拿出一双鞋子，把面粉塞了进去，又把鞋子扔到了一根电线上，随后跑到2公里外，拿望远镜观察着。一辆雪糕车在公路上行驶着，正是毒枭的运输车。被老头劫过一次以后，运输人员从1人增加到了2人，车子缓缓地停到了路边，车上下来2个壮汉，手里拿着枪，迈着嚣张的步伐。他们不知道，老头的8倍镜早已经锁定了他们。2人走到一个地方停了下来，打开了一个地窖，好像要把枪藏到里面。正在这时，老头朝里开了一枪，2人急忙卧倒，慌忙地观察了一下四周。老头再次上膛，8倍镜再次锁定了2人。正在2人不知所以的时候，又一声枪响，还是老头朝天开枪。这时壮汉已经放松了警惕，站了起来。老头又朝天开了几枪，壮汉彻底放松了警惕，把枪埋了进去，又嚣张地走回了车上。
车子缓缓地开走了。老头的8倍镜锁定了刚才挂住的鞋子，随即一枪打穿。鞋子里的白色粉末全部洒到了车子上。老头看着车子离去，开心地笑了。傍晚时分，一群边境警察检查着一个个入境的车辆。刚才的2人等待着检查，淡定地嚼起了口香糖。警察正在仔细地盘查着车子的每一个点。这时，一个狗子缓缓地走向了车子。狗子绕着车转了一圈，最后在车尾处蹲了下来。Looks like we got a hit. 原来这辆车是当地毒枭的运输车，这次让他损失惨重。一个炸鸡店，吃客们正在享用着美食。一个满头白发的大佬带着2个小弟，嚣张地走了进来，搞得气氛一下子紧张了起来。大佬径直走到柜台前，询问老板在哪。听到老板不在，表示自己可以等着，走到了旁边，自顾自地点起了雪茄，对经理的反对置若罔闻。旁边正在点餐的胖子已经吓得满脸黑线，说不出话来。老头啃着雪茄，倒了一杯可乐，拍了拍小伙的肩膀，走进了老板的休息室。老板接到了电话，急忙赶了回来，安抚了一下员工，走进了办公室。原来他们是老熟人，大佬丢了运输线，想要让炸鸡叔帮他运货。炸鸡叔表示自己的运输车很小，实在无能为力。大佬不依不饶，表示他是这里的老大，随即撂下几句狠话就走了出去。看着大佬离去，刚刚还面如死灰的炸鸡叔，此刻却露出了满意的微笑。午夜，扔鞋的老头正在停车场上班，一辆车开了过来，递给了老头一个包裹。打开一看，几天前说起，毒枭需要新的幌子来运货，而小黑的父亲是一个皮具制造商，正好可以从境外进货。老头打起了他的主意，但是父亲是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，小黑无论如何也不想让他淌着趟浑水。但是毒枭打定了主意，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。小黑想保护自己的父亲，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让毒枭消失。毒枭有一个老毛病，一生气就会犯病，必须及时的吃药。这一天他又犯病了，而在吃药的时候，有一粒掉在了地上。小黑看到了机会，连忙站起身，踩在了那一粒药上。毒枭并没有发现，气冲冲的离开了。小黑拿了药，找到一个在药厂上班的朋友小胖，让他帮忙搞到同样的空胶囊。小胖是个实在人，只收了2万块，就给他搞到了一整瓶空胶囊。小黑拿到空胶囊，开始往里装起了面粉。毒枭习惯把西服挂在椅背上，而他的药正好放在西服的口袋里。小黑把药瓶拿在手上，调整好姿势，然后反复的练习扔药瓶，终于可以稳稳的扔进口袋。接下来就要给毒枭换药。为了让毒枭脱掉上衣，他爬到房顶，把空调管子弄坏。一切都如小黑的预料，毒枭受不了屋里的闷热，把外套挂在了椅背上。机会来了，小黑拿出刚收的一张钞票，装作有问题的样子，让毒枭帮忙查看。毒枭让他拿过去，小黑拿过去给他看，趁毒枭不注意，掏他的上衣口袋，可惜掏错了，在另一个口袋里。小黑又故意把钱掉在了地上。毒枭不耐烦地继续做自己的事情。小黑俯下身，趁着捡钱的功夫，把另一个口袋的药瓶拿了出来，又急忙回到自己的座位。他必须迅速把药换过去，不然就会被发现。他紧张得满头大汗，双手颤颤巍巍地开始换药。药换好了，他稳了稳心神，拿起药瓶站了起来。他提出要给毒枭来点咖啡，一步一步慢慢地靠近毒枭，到了毒枭的旁边，按照练习时的样子一扔，瓶子稳稳地扔进了口袋。他成功了，放下杯子，他长长的舒了一口气。毒枭的救命药，但是迟迟等不到毒枭犯病，小黑不想等了，决定直接动手。一个深夜，毒枭独自前往仓库，小黑远远地掏出手枪，瞄准，没有开枪机会。小黑观察了一下周围，没有别人，拿着枪一步步往仓库走去。正要到达仓库门口，2辆车开了过来，他急忙收起手枪，是毒枭的另外2个小弟来了，原来是死对头要来谈判。小黑装作来保护毒枭的样子，不一会儿，毒枭走了出来，同时一辆车开了过来，是炸鸡叔和供货商。供货商表示，今后运输线只有一条，就是炸鸡叔的卡车。毒枭表达了强烈的不满，塞拉曼卡家族经营了一辈子的事业，就这么被炸鸡叔夺走，他不服，歇斯底里地咆哮着。就在这时，老毛病犯了，毒枭把一整瓶药都倒进了嘴里，可是不管用，药已经被小黑掉了包。就这样，毒枭直挺挺地倒了下去。小弟们看傻了，炸鸡叔还算冷静，他让供货商赶紧离开，并且让小弟们打了急救电话。同
同时给毒枭做着心肺复苏。这个时候，小黑偷偷的把掉在地上的药捡了起来，放进了口袋。不一会儿，急救车来了。急救人员询问毒枭是否在服用药物，小黑拿出一个药瓶给了他们。炸鸡叔看着这一切，好像明白了什么，其他人都离开了，现场只留下小黑和炸鸡叔两人。小黑很紧张，他需要尽快的处理掉口袋里的那瓶假药。趁着炸鸡叔接电话的功夫，小黑观察了一下周围，看到了一个井盖，他手里拿着药瓶，正在靠近井盖的时候，炸鸡叔叫住了他，让他开车来到了炸鸡店的仓库。是供货商把他们叫了过来。小黑紧张的满头大汗，但是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发生。供货商只是为了交代他们一切照旧，不要被今天的事情影响。小黑松了一口气。开完会，小黑开车到江边，狠狠地把药瓶扔出去。他没有想到，远远的有一双眼睛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，是炸鸡叔的手下大罗。这个小辫不简单，大哥躺进了医院，他要证明自己的能力，来接替大哥的位子。这一天，小辫带着小黑来到了一个仓库，有2个人正在等着他们。旁边有一张桌子，桌子上整齐地摆放着5包面粉。小辫用极度嚣张的口吻说出自己要6包，他想立威，但是对面2人不吃这一套，丝毫没有妥协的意思。这时，旁边的小黑掏出了手枪，不知为什么，向来强硬的2人并没有继续坚持，又拿出了1包扔到了桌子上。小辫把面粉装了包，嚣张地走出了仓库，边走边对着小黑吹嘘。正在这时，身后突然出现了一伙人，一个方便袋子套在了小辫的头上。小黑想去阻止，但是被人拿枪顶住了头。小辫一人奋力地反抗着，但是来人根本没有要停下手的意思。小黑眼睁睁地看着，却无能为力。来人正是刚才在仓库的2人和他们的老大炸鸡叔。他看了看小黑，说自己知道小黑做过什么。小黑的老大躺进医院，正是小黑一手操作的，而炸鸡叔竟然知道这一切。不过小黑那边的人还不知道这件事情，所以留下小黑的命，意图再明显不过了。From now on, you are mine. 旁边的小辫逐渐的变得安静下来，小黑静静的跪在地上，他以为做掉了自己的老大，今后就可以过回正常的生活，没想到又跳进了更大的深渊。此时此刻，他想起了他的导师老麦对他说的话， There are more people than the Salamancas to worry about here. 心里五味杂陈。一个男人拖着一根铁链横在了公路上，随后又走到车上，挂档起步，加速向前冲去。车子碾过铁链，4条轮胎齐刷刷扎爆，火星四溅，摇摇晃晃地行驶了一段，停在了路边。大罗从车上走了下来，随后又一辆车缓缓地开过来，一个男人的手从车窗里一把一把地扔着弹壳和玻璃渣。车子上下来2个人，是大黑和小黑。前车后备箱被打开，里面躺着小辫的尸体。2人把小辫放到了驾驶座，开始对着车疯狂射击。小黑神情紧张地看着这一切，他被对方势力抓住了把柄，为了自保，只能选择当内奸，所以就搞了这么一出伪造火拼现场来掩盖他的叛变。车子被打得千疮百孔，小辫也被补了几枪，打得差不多了。大罗对着小黑使了个影子，小黑上了副驾驶，神情复杂地看了一眼昔日的兄弟，转过头，眼神变得坚定起来。一声枪响，肩膀被大罗打穿，他艰难地走下了车，走到一处空地，回头正想问什么，又一枪打在了他的腹部。大黑微笑着表示，这样是为了演得逼真一点，随即扔给了小黑一个电话。小黑颤颤巍巍地拨了出去。过了一会儿，一辆车开了过来，车子上下来2双皮鞋，不对，是2个人，卤蛋兄弟。他们检查了一下车子周围，顺着血迹找到了奄奄一息的小黑。小黑被抬上了车，他用最后的力气说出了一个倒霉鬼的名字。过了几天，小黑恢复的差不多了，他带着卤蛋兄弟来到了倒霉鬼的老窝。小黑把发生的一切都嫁祸给了这伙人。卤蛋兄弟对视了一眼，下车直直地朝他们走去。小黑不敢再观望，忍着痛也跟了上去。但是卤蛋兄弟的战力实在太强，小黑赶到时，地上躺满了尸体，战斗已经结束了。夜间，他跟县雇主炸鸡叔汇报了情况，今天这伙人被消灭，集团把他们的礼物送给了炸鸡叔。这次炸鸡叔又成了最大获益者。老头是个秘密工程的负责人。这一天，他做着例行检查，在监控屏幕上看到了几个小点点，询问手下什么情况。手下告诉老头，之前有过一次电压突增，把摄像头搞坏了。老头又检查了一下，有好几处都出现了相同的问题。他忽然想到了什么，
急忙来到了工程师的房间。房间里没有人，床上放着一封信，是留给老头的。工程师的妻子从德国过来看他，但这里是秘密场所，绝对不允许外出，无奈只能偷偷跑出去。老头怒了，他们在为大毒枭炸鸡叔建造一个地下实验室，工程师和工人都是从国外秘密雇来时都蒙上了头，所以根本不知道具体位置。工程师的逃跑意味着秘密有可能泄露，这样炸鸡叔是绝不会放过他们的。他急忙让手下去找人，但是工程师早已没了踪影。老头在墙外找到了一个红外线发射器，工程师就是用它骗过了监控室保安的眼睛。他逃走时身无分文，老头判断第一步肯定是去银行。他找到了一家银行，编了一套谎话，说服柜员调取了监控。工程师果然来过，监控显示他在这里待了很久。老头从手下那里得知，工程师出逃前给妻子打过电话，而且多次提到了温泉。老头从公用电话旁找到了几个温泉酒店的宣传册，他把宣传册上面的电话逐个打了过去。不远处，一双眼睛正在注视着他，是炸鸡叔的死对头塞拉曼卡加新的掌舵人拉罗。炸鸡叔近期一些反常的动作引起了他的注意，他想通过老头来查清楚他们的秘密。老头上了车开走了，随即拉罗也开车跟了上去。这个老头太损了，他正在开车，从后视镜里看到有人在跟踪，但是他一点都不慌张，而是满脸不屑打开了储物箱，里面是一把手枪，还有一包口香糖。他没有拿枪，而是拿了口香糖，然后放进了嘴里。他把车开到一个停车场，取了卡，开了进去。后面跟踪他的卷毛哥也跟了进去。老头把车停到车位，又拿出一块口香糖放进了嘴里，嚼了一会儿，吐到了糖纸上，然后用双手把它压平。正在这个时候，后面的车位一个中年男人走了过来，他走上车，正要开走。老头看准时机，一个小漂移堵到了他的前面。卷毛哥看老头要离开，急忙跟上。3辆车停在了出口，老头把卡放进了机器，门禁打开了，但是他并没有马上离开，而是拿出了刚才压平的口香糖放进了机器。口香糖粘住了齿轮，机器卡住了。老头开车离去，栏杆放了下来，后面的中年男人卡在了那里。机器坏了，他只能打给工作人员，但是卷毛哥等不及了，他猛踩油门冲了出来。可是耽误的这一会儿功夫，老头早已经没了踪影。脱了跟踪，卷毛哥跟丢了目标。他回到老头刚才进过的银行，想从柜员那里得到一点线索。他跟柜员寒暄了一会儿，他想看一下监控录像。柜员没有同意，自顾自地打起了电话。可当他打完电话，再看向大厅时，卷毛哥已经不在了。正在他诧异时，砰的一声，卷毛从天而降。看来软的不行，来硬的了。下一秒，柜员已经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。卷毛翻看着监控画面。正在这时，外面有一个女人在敲门。卷毛没有理会，那人敲了一会儿便离开了。他从监控里看到老头拿了几个宣传册离开，随即他猜到了老头的去向。泳池旁边，老工程师悠闲地躺着。今天发生的一切都是因为他不服老头的管理，擅自出逃。一个电话打了过来，是卷毛哥，他想从工程师那里套话，假装自己是炸鸡叔的人。两人刚聊没2句，老头及时赶到了，他抢过电话，沉默不语。卷毛哥自顾自地说着说着也停了下来。他已经猜到老头已经到了，再问下去也问不出什么了，随即微笑着挂了电话。工程师这次跑出来是为了见自己的妻子一面，但是还没有见到，就又被老头带了回去。老头给炸鸡叔汇报了情况，想把工程师带回去。炸鸡叔没有给他这个机会，他命令老头就地解决。老头极力想保住，但是炸鸡叔铁定了主意，他无力挽回，只能深深地叹一口气。工程师下了车，他从来没想过后果会这么严重，还在跟老头解释着，但是看着老头无奈的眼神，他终于明白了，一切都是徒劳。此时此刻，他只想保住自己的妻子，妻子已经被人跟踪了，他不能让他知道这里的一切。老头给了他电话，他打给了妻子，谎称自己已经离开了，不想再看到妻子。挂了电话，他欣然接受了这一切。2个老人在夜色里一前一后的走着，一道光闪过，前头的人倒了下去。这个老头太狂了，他喝了2杯二锅头，晃晃悠悠地走出了酒吧。经过一个小院子，几个小混混正在把酒言欢。老头看了他们一眼，又不屑地继续走。小混混们看到一个醉汉，感觉生意来了，齐刷刷地翻越栏杆，叫住了老头。他们想跟老头要20块钱。老头表示自己身上可远远不止20块，想要过来拿呀。说完，转身继续走。为首的小个子面子抹不开了，他追上老头，一拳打了过去，但是被老头一招打趴。
躺在地上不停地哀嚎。老头回过头，霸气开口 So? 小混混们被老头的气势压倒，再也没有了战斗的欲望。老头踩着小混混，头也不回，嚣张地离去。第二天，还是那个地方，小混混们正在聊着今天的收获。老头又来了，还是看了他们一眼，不屑地继续走。小混混们看到老头，并没有胆气，而是选择勇敢地面对。他们又一次齐刷刷地翻越栏杆，跟上了老头。这次为首的是个高个子，同样直接出拳。老头今天喝了3杯二锅头，手脚不听使唤，居然被小混混打趴下去。混混们逮住机会，开始圈踢老头，最后又给老头补了一刀。第二天，他在柔软的床榻上苏醒，伤口已经被处理过。他走出房子，炸鸡叔在外面等着他。老头这段时间一直酗酒，原因是炸鸡叔让他杀了一个好人，他很懊悔，只能用二锅头麻痹自己。炸鸡叔不想让他这么下去，把他救了回来，因为他们马上要有一场战争要打。塞拉曼卡家族新的领袖拉罗是个很不好对付的人，炸鸡叔需要老头帮他。老头最后还是答应了炸鸡叔，跟着炸鸡叔来到了一个废弃工厂，安排在对手那边的内奸在等着他们，是老头的熟人小黑。炸鸡叔把小黑安排给了老头。等炸鸡叔离开，小黑很诧异地询问老头为什么选择帮助炸鸡叔。在他的眼里，老头一直是个好人，但是老头不想谈这件事情。他告诉小黑，当务之急是先搞定拉罗，剩下的以后慢慢谈。说完，开车离开了。这个老头太牛了，他的对手卷毛哥杀了人，但是警方没有线索，迟迟不能破案。他决定自己出手。他来到图书馆，跟一个女人交谈了起来。卷毛哥作案时，这个女人恰好路过。老头谎称自己是名私家侦探，想了解2个月前的那起命案。女人表示知道的都已经告诉了警察，她不想再回答问题。老头用苦肉计骗取了女人的同情，两人走进办公室谈了起来。经过深入的交流，老头获取了女人的信任。他拿出几张照片，是卷毛哥的车，问女人当天是不是见过。女人起初有些拿不准，但是最后还是给了肯定的答复。老头让他打给负责这个案子的警探，告诉警探这辆车的事情。女人犹豫了一会儿，最后还是照做了。下一刻，老头西装笔挺地出现在了警察局。打杂的小帅正在打水，老头叫住小帅，指了指桌子下面的一个信封，又装模作样的一顿数落。小帅以为是自己不小心弄掉的，慌张地拿起信封看了看，急忙送到了老警探的手里。信封里是老头写的匿名信，卷毛哥在杀人当天跟踪过老头，还在停车场撞坏了栏杆。老头把这个线索提供给了警方。老警探看到线索，又结合图书馆女人的电话内容，终于确定了嫌疑人。下一刻，老头从小黑那里得到了卷毛哥的位置，拿出珍藏多年的无线电。Baker 241 PD. Baker 241, go ahead. Commander 26 got a hit on a New Mexico plate. Monte Carlo occupied by one male. 卷毛哥开着车，刚到一个路口停下，后面一辆警车跟了上来。他拿出手枪准备战斗，但是警车一辆接一辆的出现，卷毛哥自认打不过，把枪放了回去，老老实实交出了车钥匙。卷毛哥被捕了，但是故事并没有结束。他找来了最好的辩护律师索尔。索尔凭借出色的辩护能力，为卷毛哥争取到了保释，但法官给的保释金额是700万现金。正在索尔以为这件事情不可能的时候，卷毛哥开口了，他不差钱，但是钱都在境外，他需要索尔帮他去边境取钱。这趟旅程注定会凶险无比。索尔呆呆地愣在原地，陷入了两难。毒枭大本营，2个顶着卤蛋的人从车里下来，他们从一辆又一辆的豪车旁走过，手里拿着包，脚下踩着皮鞋，没有丝毫的停留，直直地往里走去。一群墨西哥老头正在清点着钱币，两人走到最里面，打开了厚重的大铁笼，里面全都是钞票。他们开始装包，他们要装足700万送到边境线，因为他们的头目在邻国被捕，这是保释金。两人把钞票装上车，出发了。他们没想到，几米开外的门帘后面有一个光头拿起了电话。Tengo algo para él, si es que sigue interesado. 边境线，律师索尔靠在自己的老爷车上，喝着透明液体，心里盘算着这一单完事，换一辆什么样的豪车。一辆车开了过来，索尔整理了一下西服，嘴里反复练习着墨西哥语。车停了下来，下来的人什么都没说，把包递给索尔，转身就走了。索尔拿了钱，独自开着车，哼着小曲，行驶在无人的荒野。这时，一辆越野车跟了上来，索尔示意他超过去，但是后车根本没有超车的意思。对面又开来几辆越野车，封住了他的去路。车上下来一群拿枪的歹徒，索尔心想，完了。他缓慢地走下车，举起双手，歹徒抢过车钥匙，打开了后备箱，点完了钞票，
对着手下比划了一个动作。索尔声嘶力竭地想解释什么，但是对方没有给他机会，枪口对准了索尔。随即一声枪响，索尔并没有倒下，持枪的歹徒倒了下去，又一枪，再倒下去一个。歹徒们漫无目标地扫射着，一枪又一枪，歹徒一个接一个倒下。其中一人看形势不妙，开着红色越野车逃掉了。现场只留下索尔一个人，躺在地上瑟瑟发抖。不一会儿，一个老头慢慢地走了过来。老头来到索尔的身旁，扶起了索尔。他是来救索尔的。老头拿起刀想找辆车，可是经过枪战，只剩下索尔的老爷车还能开。老头带着索尔上车离开了，可是开出去没一会儿，车子熄火了。老头检查了一下，没救了。两人把车推下路边，剩下的路他们只能步行。无人荒野，老头背着枪，索尔背着钱，两个人艰难地走着。他们找到一棵大树，刚坐下来，远处驶过一辆车。老头急忙拿出望远镜，是刚才逃走的歹徒。他还没有放弃，一直在寻找索尔。索尔急忙把身上反光的东西收起来。两人继续走了一天一夜。索尔水杯里的透明液体已经换成了黄色液体，歹徒仍然在寻找他们。索尔受不了这种折磨了，决定主动出击。他拿出反光的锡纸披在了身上，就这么大摇大摆地往前走。果然，歹徒发现了他，急忙掉头冲向索尔。老头的狙击枪早已准备就绪，一枪没打中，歹徒近在咫尺，马上就要追上索尔。老头深吸一口气，又一枪，车子翻了。索尔心有余悸地拿出黄色液体倒进了嘴里，坚定了一下眼神，继续前进。老头也跟了上来。接近傍晚，一声清脆的提示音，手机终于有了信号。两人被救援队接到了服务区。夜晚，在所有人诧异的目光中，索尔把700万保释金拍在了柜台上。卷毛哥被放了出来，但只是保释，他必须马上回到墨西哥。他找到最信任的手下小黑跟他同行，而他不知道，小黑其实是炸鸡叔安排的内奸，跟他同行。他带小黑回到了墨西哥的家，热情地招呼家人跟他见面。小黑在一旁很不自在，因为他此行有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。他谎称上厕所，拨给了他的雇主炸鸡叔新的指令：凌晨3点打开后门，放杀手进来。小黑追问是不是会放过卷毛哥的家人，他不想牵连无辜，但是那边没有回复，直接挂掉了电话，这让他内心很痛苦。但是自己的家人在炸鸡叔手里，他没有办法。深夜，他用铁片做了一个万能钥匙，偷偷摸摸地走出了房子。没想到卷毛哥正坐在院子里发呆，他邀请小黑坐下，给他开了瓶啤酒，两人交谈了起来。卷毛哥真诚地表示，小黑已经是他的半个家人，想把北边的生意全权交给他。小黑听到这句话，内心更加痛苦了。两人继续交谈了一会儿，眼看预定的时间快到了，小黑借故去拿酒，急忙跑进厨房，倒了满满一锅油，打开了燃气灶，随后拿着酒走了出来。两人刚把酒倒上，厨房着火了，卷毛哥骂骂咧咧地跑去救火。小黑看到机会来了，迅速跑到后门，撬开了门，外面有一个武装小队在等待着。小黑告诉了他们卷毛哥的位置，然后自己跑开了。卷毛哥在厨房训斥着一个小弟。正在这时，窗外探出个人头。卷毛哥拿起了一锅滚烫的油，静静地躲在门后，等杀手靠近，一股脑泼到了他的脸上，然后匆忙跑到浴室。浴缸底下有一个秘密通道，他钻了进去，但是并没有关掉通道的门。他急速地穿梭，从院子外面爬了出来，但他没有逃跑，而是拿起枪，又走向了院子。杀手发现了通道，两人下去，留了一个人在外面守着。正在这时，卷毛哥突然从背后出现，崩掉了守门的人，随后捡起地上的 M4，上半身探进通道，一通扫射，直直的通道没有任何掩体，两个杀手惨死当场。屋外，刚才被油泼到的杀手艰难地向前爬行，卷毛哥按住了他。杀手并不知道雇主是谁，但是卷毛哥显然已经猜到了。解决了最后一个杀手，他转过头看着刚刚跟小黑一起喝酒的地方，眼神里充满了杀气。他站起身，走过院子，他的家人没有一人生还。卷毛哥就像一头受伤的猛兽，一步一步朝着外面走去。